子每咒骂老人一次，银行就进账一次，咒骂越难听，进账就越多。原来男子之前出了车祸，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获得了一位道家天使。刚才不仅准确无误地道出老人家境情况，还一语道出老人藏有私生孙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那兔崽子居然瞒着我金屋藏娇了。从面相上看，那个私生子应该有5岁了。我凭什么信你？很简单，打电话开免提，炸他一下，事情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许建国丝毫没有犹豫，立刻给二儿子徐海拨了过去。喂，老爸，怎么了？你个混球，竟然敢在外面胡闹，还搞出了一个孩子，你简直是把我这张老脸给丢尽了。爸，您说什么呢？少他妈给我扯淡！孩子都5岁了，我这个爷爷竟然才知道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？我问你，你将来怎么向老婆孩子交代？爸，您是怎么知道的呀？我给你1个小时，马上滚过来康安医院。许建国骂了一声，气呼呼地挂断了电话。徐老，我看得准吧？3卦结束，您输了。许建国只能乖乖把钱打给了我。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相术吗？若是不存在，那么为什么周易会被称为下国群经之首，大道之源？徐老，世界万物的背后都有它永恒不变的规则，只要掌握这种规则，那你就是神。那你掌握了吗？一直没有开口的苏雨瑶道。徐老，您觉得一个掌握万物规则的人能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的吗？苏大美女，我不过是想去你那里住2天而已，用不着这么针对我吧？许建国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苏雨瑶一眼，笑道：呵呵，年轻真好呀。苏雨瑶一听，立刻意识到许建国误会了他和我的关系，刚要解释，我却抢先了一步。哈哈，许老果然是目光如炬，爱情这种东西真的是非常奇特，有的人相处一辈子都喜欢不上对方，有的人只是初见就知道对方是自己要找的人，而我和雨瑶就是后者。苏雨瑶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。好你个陈峰，你可还要脸吗？为了爱情，脸算什么？徐老，我们还有事，先去处理一下。说完，我拉着他走向外走，气得苏雨瑶恨不得直接给我一脚。这个小陈神秘莫测，非常人呀。苏雨瑶与我走进了病房后，就迫不及待地问道：陈峰，你可知道徐老是什么人吗？沿海军区退休的中将。你既然知道，怎么还敢去坑他的钱？打住，你这是用词不当。我给他看相，他给钱，能用坑来形容吗？再说了，中将又能怎样？在我们修炼有成的术法师眼中，不管是王侯将相，还是贩夫走卒，都没有任何区别，因为他们都是凡人，而我们已经超脱了世俗。苏雨瑶突然指着地面，惊讶地问道：咦，这是谁的1000块钱？哪儿呢？我立刻低头寻找。陈峰，你还真是超脱了世俗呀。我们道家修炼要具备财、法、地、履4个因素，我赚钱那也是为了修炼。苏雨瑶突然间发现这个无赖还挺可爱的。呵呵，明白，你好好休息，一会我给你办理出院。说完就走了出去。不一会，苏雨瑶就带着一群医生过来查房。一个60多岁的老教授看了一下我的体检情况，惊讶地说道：雨瑶，这小子被你撞昏迷了100天，苏醒之后，体质竟然比普通人强得多，这还真是一件怪事情。苏雨瑶听后当场一脸尴尬。小伙子，你是不是练过功夫的？纯以功夫论，我应该是天下无敌。看来你是个武侠迷啊。不喜欢武侠的男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血性，不过我没吹牛，真的是天下无敌。逍遥真人活了120多岁，不仅法力高强，还是一位顶尖的功夫高手。我认第2，恐怕没人敢认第1。老教授以为我是在开玩笑。好，这位天下第1高手，恭喜你，今天可以出院了。那可就多谢了。查房刚结束，许建国就带着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。不用说，这人就是他那个有私生子的儿子。陈峰，他是我2儿子徐海，我想请您给他算一卦。徐老，您不是不信这些东西吗？我不是那种死心眼的人，你刚从我这里赢了6000块，说明你有真本事。我这个儿子都已经40多岁了，却始终无法让我省心，我担心他会出问题，所以请您给他看看相。一旁的徐海听后可不乐意了：小子，你能骗得了我爸，骗不了我。说，你是怎么知道我有一个私生子的？你给我闭嘴！爸，这小子不过才20多岁而已，怎么可能有您说的那么神？您肯定是被他给骗了。我为什么要骗老爷子？就为了6000块钱？那您未免也太看不起我了。6000只是开始，一旦我爸彻底相信了你，那接下来恐怕就不是6000了。你说对了，想让我给你看相，最起码要给我10万。爸，听到了吧？这小子都承认了。闭嘴！许建国骂了徐海一句，望向我：陈峰，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徐老，人的命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算清，我也只能算个大概。不过像徐总这么明显的结束，我还是能够看清的。如果您信我，就给我10万；不信我，就当我是在放屁。如果你拿钱跑了呢？
那只能说明你们的眼光有问题。呵呵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种那么不要脸的人。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一个在上海打拼20年的商人，竟然还如此的轻浮急躁。你特么信不信我弄死你？就凭你吗？徐总，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。徐海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小陈，这10万我付了。现在改了，我要20万。你混蛋！徐老，我不喜欢你这个儿子，20万是最后的机会，您给还是不给？许建国看到我那深邃而又冰冷的眸子，咬咬牙，给。爸，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，快点给钱人家。徐海不敢违抗，只能恨恨地看了我一眼，把20万。徐总，不要觉得自己吃亏了，若非看在徐老的面子上，你就是给我2000万，我都不愿意搭理你。小陈，没必要跟他啰嗦，你直说吧，他到底有什么结束？如果我算的没错，徐总应该承接了一个市政工程吧？许建国看向徐海，徐海点点头。是沿海的龙门大桥，再有半个月就竣工了。哼，竣工？你一个豆腐渣工程还想竣工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许建国脸色大变。你的意思是说龙门大桥的施工存在重大问题？自每天都去咒骂别人，被骂者非但不生气，反而十分享受的给他付钱，只因男人是名相师，看人特别准，连别人穿什么他都知道。可偏偏今天这位就不信他，说他胡说八道，还扬言要叫帽子叔叔来抓他。爸，不要听他胡说，这不可能。我虽然有些混，但是绝对不会在民生工程上做这种偷工减料的事情。你再胡言乱语，我就打电话报警了。呵呵，可笑，你不会做，难道别人也不会做吗？在利益面前，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守住底线的。建造龙门大桥的负责人是小慧的大哥，他根本不缺钱。小慧就是你在外面养的小三？爸，你不要说的这么难听，她是您孙子的妈妈。我被徐海的愚蠢给逗乐了。徐总，你现在立刻找几个靠谱的第三方去对龙门大桥进行检验，龙门大桥到底达不达标？他们2个小时就能检测出来。若是结果证明你是在胡说八道呢？不但20万退回，我再多给你10万。相反，若是结果正如我所料，那就麻烦您再给我10万。没问题。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，徐海火急火燎的离开了。许建国忧心忡忡的问道：小陈，你有多大的把握？当然是100%。徐总的那个大舅子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他利用职务之便，从工程中至少吃下了2000万。你连这个都能算到？这才哪里到哪里，徐总不过是整盘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，整个事件的背后另有高人。呵呵，徐老，您不要忘了，您的大儿子才是许家的核心。听到最后一句话，许建国的脑仁直接炸开了。谁都知道，许家的接班人是许建国的大儿子，在外省某个市担任大领导的许江。若是突然爆出徐海搞了一个豆腐渣工程，那结果可想而知。想到这里，许建国的身上涌现出浓郁的杀气。小陈，您能算出是谁吗？我摇了摇头。徐老，我不是神仙，哪能算得出来？许江的对手不是一般人，我才不会做引火烧身的事情。不管怎么样，许家都欠了你的一个大人情。别，我给您儿子算命，您儿子给我钱，咱们已经两清了，不存在谁欠谁，只要你们觉得这笔钱花得值就好。许建国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好，那就谢谢了。不客气。2个小时后，去检查回来的徐海面色苍白，低着头，一句话不敢说。许建国顿时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我算的一点都没错，龙门大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豆腐渣工程，一旦投入运营，恐怕用不着1年就得完蛋。相关人员都扣下了吗？大到负责人，小到包工头，全都扣下了。你那个大舅子呢？也给抓了起来。爸，这可怎么办？按照我和政府签订的协议，现在只剩下1个月的工期了。若是不能完成，我不仅1分钱都赚不到，还需要赔偿5000万的违约金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他妈还在想着钱？我告诉你，许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，就算是砸锅卖铁，也要把这个事情搞定，否则你大哥都会被你这个破事连累。爸，那您说我该怎么办？报警，该抓的抓，该赔的赔，你必须要让外界知道，你许海不是故意搞豆腐渣工程的人，只有如此，许家才能保住名声。那我的建筑公司就完了。公司完蛋总比让你坐牢割猪冠要强。我告诉你，在你走后，小陈向我泄露了天机。他说这个事情的背后不简单，对方的目标根本不是你，而是你大哥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，爸，你是怎么认识陈峰的？他未免也太神了。小陈连你有私生子的事情都算出来了，能不神吗？以后见到他，你必须要尊敬有加。这么厉害的人，放在古代那就是国师，皇帝都会对他以礼相待。您放心，我会跟他搞好关系的。爸，我去给大哥打电话，尽快处理好这个事情。去忙吧。徐海离开后，许建国脑海中浮现出了我那张玩世不恭的笑脸。4次算命，全都精准无比，我的强大和神秘几乎打碎了他以往的所有认知。办完出院手续，我跟着苏雨瑶来到了他别墅区。我一边打量换上连衣裙的苏雨瑶，一边不住的赞叹：你是怎么长的？真他妈漂亮！穿着白大褂的苏雨瑶已经是绝色倾城，
换上连衣裙的苏雨瑶更是美艳不可方物。你夸女人的词汇怎么那么有文化？呵呵，抱歉，我从小没上过学。苏雨瑶白了我一眼，我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笑道：“这里的风水倒是不错，看来是得到了高人指点啊。”怎么说？在风水学中，最理想的住房是依山傍水，左右青龙白虎护佑。可这里是市区，哪来的山水？没有山水，那就制造山水。你看这里的每一栋别墅，前面都是游泳池，后面则是一个人工制造的山坡，左右两边都有几棵大树相护。如此一来，这些别墅就形成了一个山水环抱之势。虽然远远比不上自然形成的上佳风水，但是能在市中心人为搞出这么一个风水格局，已经是非常可以了。你还真懂得这些东西呀？当然了，玄学武术、山医命相卜，这些都是我要学习的东西。医术和风水之术不过是其中的2个分支而已。你既然这么厉害，怎么还混得这么差？我气得直翻白眼。苏雨瑶，你真的是很毒舌呀！谢谢夸奖。两人转了半个多小时，正准备回去，突然看到前方小公园内聚集了4、5个人，一个老人躺在地上。苏雨瑶脸色一变，一边跑一边说道：“出事了！”我也连忙跟了上去。到了小公园，苏雨瑶看到老人面色发红，已经晕了过去。旁边一个染着黄毛的青年男子正在满脸焦急地拨打电话。我是医生，请大家退到一边，不要影响通风。围观的人一听，赶紧退到了一旁。黄毛男子听到苏雨瑶是医生，连忙道：“我爷爷有高血压和心脏病，刚刚起身的时候，突然就晕了过去。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”苏雨瑶叹了一下他的呼吸，非常的微弱。速效救心丸呢？没带，给我5分钟，我马上回家拿。快去！黄毛男子转身用最快速度向着别墅区奔去。就在这时，老人面部和四肢开始抽搐，原本就有些苍白的脸色变得更加惨白。苏雨瑶脸色大变，准备用手向着老人的胸口扣击。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。你干什么？你让我来。你别胡闹。我有10成把握，你有几成？苏雨瑶一愣，立刻起身向后退了3步。你来。不愧是康安医院的主治医生，够果断。我立刻蹲了下去，用2根手指点在老人身前的一处要穴，一丝丝法力如同流水一般顺着手指注入了他的心脉。旋转1圈后，我抬起手点了一下老人的心脏，老人就像是诈尸一般，直接坐了起来。心脏骤停的老人被男子用2根手指点了几下，老人就像是诈尸一般，直接坐了起来。原来男子无意中得到了道家传承，现在他不仅医术了得，连随便画的一张纸都能获得20万。好了，居然这样就起死回生了，也太神奇了吧！看到老人没事了，众人纷纷叫好。苏雨瑶难以置信地望向我：“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不借助任何工具，仅用2根手指救了一个心脏骤停的老人，这让苏雨瑶感到有些太不可思议。对我来说，动手指而已。老爷子，您已经没事了，回家休息一下就可以了。小伙子，谢谢你。我把他扶起来。救您的可不止我一个。我没有帮上忙，不敢鞠躬。只要你有救我的慈悲之心，我就应该感谢。通过一番交谈，两人知道了老人的一些情况。原来老人的名字叫陈广耀，是烟海最著名的古董收藏家之一，经营着一家古玩店，是名副其实的有钱人。黄毛是陈广耀唯一的孙子程清河，由于父母的溺爱，这小子年纪轻轻不学好，整天在社会上跟一群狐朋狗友瞎混，把陈广耀气得不轻。程老，您这次发病完全是急火攻心所致，您的年龄大了，身体状况不佳，以后最好能够调整好心态，不要随便乱发火。我孙子把我给气懵了。您这个孙子可能是有些任性，但对您还是非常有孝心的。孝心？如果不是碰到了你们小两口，我都被他给气死了。听到小两口这个称呼，我一脸玩味地看向苏雨瑶。苏雨瑶白了我一眼，把头转向了别处。爷爷，您没事了。刚赶回来的程清河喘着粗气，脸上满是惊喜。还不如让你气死呢。爷爷，这事儿是我不对，您千万别生我的气。那你今天晚上还去飙车吗？原来老爷子之所以生气，是因为程清河要跟别人去赛车。绝对不去了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陈广耀说了他一句，然后指向我和苏雨瑶。这次我能活下来，多亏了他们二位，都是同龄人，你一定要替我好好谢谢他们。没问题，感谢二位救了我。话说到一半，程清河便停了下来，一双眼睛痴痴地望着苏雨瑶。程清河顿时被他那倾国倾城的容貌给迷住了。陈广耀给了程清河一脚，怒道：你犯什么傻？不好意思，我只是没想到苏小姐长得这么漂亮。苏小姐漂不漂亮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已经大难临头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印堂发黑，双目晦涩，霉运透顶，这是血光之灾，典型的大凶之兆。陈峰，不要胡说八道。我只是实话实说。你可不敢咒我。我的相术比医术强得多，你若是不信，那就算了。算了，世界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？你应该向我道歉。清河不得胡闹，陈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程老，不好意思，是我多管闲事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救了您一命，您是不是应该感谢我？是，那你想让我怎么感谢呢？给我10万块。陈峰，你钻钱眼里了吗？
玄门讲因果，我不想沾程家的因果，用钱解决最为合适。好，用10万块的断这次因果，我赚了。清河，给钱。程清河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给我扫过来了10万块钱，不屑地说道：“行了吧？”我微微一笑，从兜里掏出一张下午刚刚制作的护身符，20万，帮你躲过这次危机，买吗？程清河直接乐了，指着我手中的护身符：“你觉得我有多少才会买这东西防身？20万，买你孙子一条小命。程老，您买吗？我不。程广耀刚想拒绝，突然看到我那双温润而又深邃的眼睛，不由微微一愣。在古玩行里混了一辈人，听说过一些不为人知的秘辛，把到了嘴边的话又给咽了下去。我买。爷爷，你不要被他骗了。少废话，快买。打钱吧。你等着，这事儿我跟你没完。先把钱打给我再说。没有办法，程清河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的给我再次打来了20万。我把护身符交给程广耀，郑重的说道：“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，那就让他佩戴24个小时。若是他不戴，出了事我概不负责。”程广耀点点头，我知道了。知道你们爷俩不太喜欢我，那我就告辞了。我微微一笑，起身离开。苏雨瑶向程广耀点点头，立刻跟了上去。回到家里，苏雨瑶冷冷的说道：“10分钟赚了30万，陈峰，你还真是一个赚钱的好手呀！你为什么不说这10分钟我救了2条人命？是我承认你救了程老，但是程清河呢？我看相不会出错。就算程清河真的有血光之灾，这也不是你赚这种钱的理由。一张护身符卖20万，你这都涉嫌违法了。我又不是把护身符卖给你，你朝我发什么火？再说了，人家为什么买护身符？是为了救命，是为了防患于未然。一张护身符保成亲和一条小命，你觉得20万贵吗？我要是卖给那些大富豪，2000万他们都会给。他们才不会上当呢。对了，你上午才出院，哪来的护身符？今天下午做的。你可真是厉害。深夜，正准备起床屙夜尿的程广耀被一阵嘈杂的手机铃声吓一跳。喂，你好。什么？清河出了车祸？我孙子没事儿吧？除了手臂骨折和面部擦伤之外，程先生没什么大碍，只是跟他在一辆车上的年轻人当场死亡。医生，麻烦您了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半个小时后，程广耀来到了烟海第一人民医院，见到了正在打吊瓶的程清河。此时的程清河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的潇洒，身上多处受伤。看到程广耀，程清河那毫无生气的眸子终于露出了一丝光芒。他奋力地举起右手，露出那张死死攥着的护身符。爷爷，多亏了陈峰这张符救了我，他真是太牛了。程广耀连忙接了过来，打开一看，只见护身符被烧掉了1/3，上面那些用朱砂写的神秘符号全都不见了。这一刻，他知道自己遇到真正的玄门高人了，还得了重度抑郁症。我用一招催眠术得知病因，原来他遭受了男老师猥亵，心病还需心药医，我只能先用法术帮他封印起来。2个小时前，我来到了我的诊所，这家诊所是我昨天用20万转让过来的。没办法，人在江湖走，没挣不长久。刚坐下来一会，就有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。这位小兄弟，请问您是这家诊所的医生吗？是。我看外面的告示上写着专治疑难杂症，挂号费开到了3000元。我很想知道这里的主治医生是哪位医学专家？这个诊所是我开的，我也是这里唯一的大夫。中年男子沉默了片刻。我女儿18岁，得了重度抑郁症。把孩子带起来吧。你真的能治吗？一不叩门，信我就来，不信我就走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带着中年女子和一个女孩走了进来。女孩的气色非常差，面部苍白，显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休息好。我询问了一下情况，原来这对中年夫妇的名字叫叶志远、王静，女儿叫叶涵。叶志远在烟海拥有3家5星级酒店，日子过得非常不错。可就在半年前，一向开朗乐观的叶涵突然变得沉默寡言，学习成绩也是一落千丈。后来发现女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两口子慌了神，这才带她去医院检查了一下，竟然是中度抑郁症。听完叶志远的叙述，我眸子里闪过一道金光。凡是精神类的疾病都有起因，你刚刚说孩子是突然出现了抑郁的问题，那你知道起因是什么吗？我们之前问过，小韩没有回答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哭。于是我们就去询问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，并未出现什么校园霸凌之类的事情。最近2个月，小韩几乎一句话都没有说过。程医生，你能治好我女儿吗？看看再说。去诊室。小韩，看着我的眼睛。叶涵抬头看向我，不由愣在了那里。小韩，你累了，睡一觉吧。醒过来之后，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的。叶志远震惊地发现，一向休息不好的女儿在听到我的话后，竟然真的闭上眼睛睡了过去。这是催眠术吗？叶志远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。不过是小小的催眠术而已，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？实际上，这根本不是催眠术，而是玄门中的迷魂术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有点激动了。别出声了，我有话要问他。现在你们2个到后面去，不管我和他说什么，你们都不能出声，明白吗？叶志远和王静连忙点点头，退到了我的后面。我用手指点着屏幕。小韩，听到我说话了吗？
你是谁？我是你的保护神。真的吗？你是夜精灵？对，我是你的夜精灵。夜精灵，你能带我去天堂吗？为什么呀？人间不好吗？人间一点都不好。小韩，我是你的守护神，你告诉我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事让你觉得不好了，我可以帮你。叶寒沉默了良久。我的英语老师卡达尔是个坏蛋。我皱了皱眉头，继续问道：卡达尔怎么坏了？他经常让我去他的宿舍，还脱光我的衣服给我拍照，对我动手动脚。我转头看去，只见叶致远的眼睛里都要喷出火，他显然愤怒到了极点，不过这也正常。小韩，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今年2月。一共有多少次？每周1次，有时候会2次。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爸爸妈妈？他拍了我的照片，还说如果我告诉其他人，就把照片发到网上，让所有人都看到。我害怕。没事的，小韩，我是你的夜精灵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帮你消灭这个坏蛋的。好的，谢谢叶精灵。问完话，我带着叶致远和王静夫妇走出了诊室。这个混蛋，我要了他的命！叶致远脸上杀气腾腾，说狠话没用，所谓心病需要心药医，搞不定那个混蛋，你女儿的抑郁症就永远好不了。3天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一定会搞定卡达尔。只要你们帮孩子去掉病根，我就有10成把握让他从重度抑郁变成轻度抑郁。至于能不能完全治好，还要看他本身的抗打击能力，我最多只有7成把握。陈医生，你能不能讲一下你的治疗方案？我迟疑了一下，说治疗方案之前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们，你们信不信道家？叶致远和王静相视一眼，同时点了点头。信。那就好办，这是我画的一张清心符，它能帮助小韩大幅度清除内心的不安、烦躁、焦虑等负面情绪，然后每周来我这里1次，我给他念清心咒，最多4周就完事儿了。陈医生，您确定不是在开玩笑？跟你们说实话吧，我压根儿就不会什么催眠术，我刚刚用的是玄门中的迷魂术，效果比催眠术强了108000里。至于清心符和清心咒，也都是真实存在的。难怪小韩睡着了，你还能问他问题呢。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这么神奇的法术。清心符20万1张，清心咒每次治疗5000。没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治疗。我们能跟着看一下吗？当然，清心符这种治疗方法很快就能完成。重新回到诊室，我走到病房前，把手中的清心符紧紧地贴在孩子的额头。实际上，符箓在遇到脏东西的时候是能够自行发动的，但是为了达到最完美、最震撼的视觉效果，我故意用法力催动清心符。顿时，清心符发出了莹莹的光芒，就像是细细的流水一般，进入到了孩子的脑海之中。我的天啊！叶致远和王静全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，他们知道自己遇到真正的玄门高人。光芒闪烁了差不多1分钟，这才暗淡下来。孩子长时间没有睡好觉，导致他的精神极度萎靡，我让他陷入了深度睡眠之中，相当于在补充丢失的精气神。你们最好让他睡到自然醒。好的，陈医生，大恩不言谢。以后你若是遇到什么难事，我们夫妇一定全力相助。不必如此，你们付款，我治病，咱们是两不相欠。对了，我用的治疗手法，你们不要传出去，这属于封建迷信。若是传得天下皆知，我恐怕就得进局子喝茶了。叶致远点点头，明白。2个小时后，所有事情已经解决。刚把叶致远一家人送出门，手机就响了起来。喂，雨瑶，怎么了？陈峰，我遇到麻烦了，快来救我！我就在你诊所后面的这条街。小刚刚治疗好一个抑郁症女孩，后面我的女神就遇到一个不太干净的女人诬陷，我用很客气的方式把他们请走。雨瑶怎么了？当我火急火燎赶到时，只见苏雨瑶一脸怒容地看着对面一个身材火爆的漂亮女子。最恶心的是，她还挽着一个40多岁的油腻男。油腻男一双小眼睛死死盯着苏雨瑶，露出一副猪哥相。顿时我就明白了，这是要我来做挡箭牌来了。没什么，刚才那位油腻大叔撞了我，还硬说是我占他便宜，说我是不是没男朋友想男人想疯了。没想到连当初最要好的闺蜜居然也反过来帮他诬陷我。苏雨瑶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想占我老公便宜，是不是看到我老公珠光宝气的就想送上门来？还有苏雨瑶，难道这就是你的小白脸男朋友？白白净净看起来还不错，的确是走小白脸的料。韩翠兰打量了我一眼，重点看了一下我的穿戴，全都是不到500块钱的货，眸子里闪过一丝不屑，居然主动的向我伸出了手。小白脸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苏雨瑶的大学同学兼好闺蜜韩翠兰，这是我的老公瑞丰公司的总裁张坤。我脸色一变，连忙向后退了一步，如避蛇蝎。我叫陈峰，你可别碰我。妈呀，你一个染上梅毒的女人竟然要跟我握手，想什么呢？韩翠兰秀眉微蹙，气呼呼地收回了手。张坤看到自己的女人受了委屈，一脸不悦。小子，你似乎不太绅士啊。他管得严，还有点洁癖，不让我跟不清不楚的女人近距离接触。苏雨瑶一听，嘴角勾勒出一个弧度。这家伙虽然毛病一大堆，但是对起人来还是挺给力的。你在说谁不清不楚？不好意思，我说错话了，主要是我们以前不认识，最好不要靠得太近，免得雨瑶多心。你不过是一个穿着200-300块钱衣服的穷鬼，在这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
我是穷了一点，但是人很干净，赚的钱也很干净。苏雨瑶差点笑喷了。你他妈说谁不干净呢？张总，别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说你赚的钱不干净。小子，你再说一遍，说谁赚的钱不干净？我可是上市公司总裁，你又是什么品牌的垃圾？本人天师府道长也，我掐指一算就知道你这样的人今天会有血光之灾。切，我倒以为是哪个富二代那么狂，原来是个神棍。好呀，你那么厉害，那么帮我算算，我命里缺什么？像你这种人，不用报八字来，我就知道你五行缺德，八字欠揍。小子，你找死！说完，油腻男拖着280斤的身体就向着我撞过来，我冲过去抬起手给了他一巴掌，一脚把他踢飞3米高。落地后的油腻男吐了一口鲜血，大口喘着气。好你个陈峰，你居然敢动手打人，有种别走，我马上打电话叫人。我可没有打人，是他自己的脸撞到我的手上，我都还没叫你们赔偿，他那200多斤的肉撞到我的腿都疼。你们等着，我马上打电话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苏玉瑶，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。呵呵，是吗？我就在这里等着你叫人，如果你敢碰他一根手指，我今天就让你们躺着回去。呵呵，看你的样子，似乎是把苏雨瑶这个残花败柳当成女神供着了。看来她并没有把自己在大学的一些事情告诉你呀。好，这个女人有料要爆，我顿时来了兴趣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的这位女神在大3的时候，曾经跟一位农村来的学弟谈了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，震惊了整个学校。呵呵，她早就不干净了。韩翠兰，你自己脏也就算了，还要把脏水泼到别人身上，真的是很无耻。做了就是做了，怎么还怕别人说呀？我还以为啥事儿呢，不就是初恋吗？我也有。韩小姐，请问您确定和张先生是夫妻关系吗？他就是我老公。你结婚了吗？我怀孕了，下个月结婚。张坤的眼神出现了一丝飘忽。行了，翠兰算了，我们走吧，跟这个穷鬼也没什么好说的。韩小姐，我劝您最好确认一下张先生有没有离婚。张先生，我劝您带韩小姐去一趟医院检查一下身体，不仅仅是确认有没有孩子，更重要的是确认有没有那种不太好的病毒。敢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我要告你诽谤。韩小姐，千万别冲动，你现在应该是早期，很容易就能治疗。苏雨瑶不解地问道：“他怎么了？”梅毒。张坤也是脸色大变，悄无声息地向后移了3步。陈峰，我要告你侵犯我的名誉。老公，你离我这么远干什么？你也相信他说的话？我当然不信，不过还是要小心为上是吧？你们2位挺有意思的，一个装怀孕，一口气掉了好几个男人，其中一个外国鬼子还特么有梅毒，另一个装离婚，外面妻妾不少，家里却有悍妻坐镇，想离还特么不敢离。呵呵，2位，我劝你们小心一点，千万不要玩过了火，要不然是要出人命的。你这是胡说八道。你老婆来了。哪儿呢？张坤听点后就想开溜。逗你玩呢，我压根就不认识你老婆。韩翠兰听后气得转身就走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。张先生，注意梅毒，千万别染上，要不然你老婆能把你给煮了。张坤一听，追出去的脚步瞬间变慢了不少。真是2个傻货。你骗起人来，是不是从来不打草稿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在骗人？难道韩翠兰真有梅毒？真有，要不然我干嘛躲她3丈远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，有些人只需要看上一眼，基本上就能确定他有没有病。还有，你这个女同学奸门突露，眼光流逝，这是典型的烂桃花面相，而且不止1朵，同时交往这么多男人，得个梅毒很正常。很严重？不严重，只是初期而已。如果她肯听我的话，去医院检查，很容易就能搞定。这么说，她应该好好感谢你一下。算了吧，这个女人心术不正，我可不想跟她有任何牵扯，你最好也离她远点。我明白。凌晨1点，白天说的那个坏蛋卡达尔老师，一个人醉醺醺的从酒吧出来，刚好有一辆车失控突然冲向他，一个没刹稳，把他撞倒在马路上，生死未卜，不舒服，发烧不出汗，只冒烟，原来是碰到了不干净的东西。我只用手点了一下，银行就进账了好几千。吃完早餐，我搭着苏雨瑶的顺风车来到了诊所，不一会就见叶志远就心事重重的走了进来。陈医生早。叶总，昨晚的事情不是你做的吗？您怎么知道？我会打橡树。陈医生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！实不相瞒，我也找人了，原计划是弄个车祸，谁知道还没动手，卡达尔就惨死在了酒吧门口。死得好，像这种王八蛋，千刀万剐都是轻的。没错，这么死太便宜他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病根没了，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件好事。昨天你女儿醒过来之后，比以前有好转吗？是大有好转，我感觉她好像已经恢复了正常，变得像以前那样开朗乐观了。吃饭的时候，小韩甚至还给我们讲了个笑话。陈医生，您的清心符简直太厉害了。我原以为还需要用清心咒治疗，现在看来似乎用不着了。别，我过几天带他过来，麻烦您再帮忙看一眼。叶总，我建议你先带孩子去一趟医院重新做个检查。虽然我对西医没什么好感，但不得不承认，
在某些方面，西医还是有它独到之处的。好的，陈医生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还请您能够收下。叶志远从怀中掏出一张支票，递给我。我只收治疗费，不收感谢费，这是诊所的规矩。那好吧，陈医生，您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我们两口子想请您吃顿饭。等孩子彻底康复之后再说吧。叶志远又感谢了我一番，这才离开诊所。他刚走不久，一名妇女扶着一男子走了进来。男子双目无神，神情恍惚，我一眼就看出这家伙得了失魂症。医生，麻烦您给看一下我老公到底怎么了。女子的脸上满是焦虑。我走到男子面前，一指点在他的眉心上，法力涌出，给他驱散了煞气。只见男子头上冒出一丝丝黑气，这番操作直接将妇女给镇住了。不一会，男子眼神慢慢变清澈。我这是在哪里？老公，你终于清醒了，你可吓死我了。1个星期以来，她老公神情恍惚，晚上也睡不成一个安稳觉，经常做噩梦。夫妻2人跑了好几家医院，那些大夫无一例外全都开的是些安神的药物，可是根本没有任何作用。你们贵姓？我叫龚慧慧，我老公叫楚恒。陈医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您点了我老公一下，他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？一点小手段罢了。楚恒，你好好想一下，最近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去了什么不干净的地方？我们上周去了乡下祭祖。难怪你体质弱，阳气不足，祭祖的地方阴气重，煞气弥漫，一旦侵入你的体内，立刻就会导致阴阳失衡。这是不是一些诡秘悬疑类网络小说中说的失魂？道家有言，天地2魂常在外，唯有命魂独驻身。所谓的丢魂只是道家的一种说法而已，实际上是煞气入体伤了命魂。用科学的解释就是精神受损，只要化解掉煞气，再吃些安神的药物就没事了。楚先生，咱们是不是该谈一下费用问题了？不好意思，我忘记给钱了，请问费用是多少？3000的挂号费，2000的治疗费，一共5000。没问题。楚恒立刻掏出手机给我打了5000元。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，你们回去之后买一些定神安神的药物吃就行。2人千恩万谢地离开了诊所。就在他们刚离开时，不远处有一个青年男子正在直播。这个男子名叫何家红，网名红哥，拥有600多万的粉丝。此时，何家红让助理胡子将手机镜头对准了我诊所外面的通道，直播间内有大约3万多粉丝正在观看。哈哈，挂号费3000，出诊费1万，每天治疗3人，治不好还能退钱，大家觉得是不是骗人的呢？直播间内弹幕横飞，典型的噱头。现在治病救人的诊所也搞这一套了吗？这世道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口气太大了，我敢说，全下国的医院都不敢说这样的话。3000的挂号费，1万的出诊费，这还没算治疗费。好家伙，怪不得人家羡慕3人呢。换了是我，一天只治疗1个都能成为千万富豪。红哥，赶紧进去拆穿他，这特么太气人了。何家红正义凛然地说道：“诊所是用来治病的地方，不是用来赚钱的地方。我现在就去见见这位口气大的不行的神医。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直播打假。”何家红说完，带着胡子大步走进了我的诊所。哪位是医生？你哪位？这是在直播吗？对，麻烦你让这里的医生出来。我就是诊所唯一的医生。你是医生？哈哈哈，别开玩笑了，这是中医诊所。看你的年龄，好像比我还要小几岁吧？我的岁数和医术好像没什么关系。还有，你到底是看病的，还是直播的？如果是直播，那就麻烦你出去。我看病，顺便直播。明白了，原来是赚钱赚到我的头上了。陈医生是吧？请问你愿不愿意进入我的直播间？不愿意。哈哈，没关系，我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，麻烦您帮我看一下。我深深地看了何家红一眼。你是来打假的吧？如果您真的有本事，那就不是打假，而是在宣传您的医术。如果您没有本事，那就说明您吃不了这碗饭。我觉得您最好将诊所关掉，免得将来害人害己。明白了，问题是谁来判断真假呢？我说你有病，你说没事儿，都是空口白牙，谁来做裁判？中医讲究望闻问切，在刚开始直播的时候，我已经说过自己的情况了，你可以帮我诊脉，只要说的跟我的情况差不多，我就算你厉害。那就麻烦您支付3000元。你还没治就要收钱？哪个医院专家的挂号费是看完病才给的？哦，够狠！拿出日常用的私人手机，何家红给我打进去了3000块。您贵姓？免贵姓何，粉丝们管我叫红哥。我一眼就看出你的脾胃非常虚弱，是由前2天喝酒导致的。今天早上应该拉过几次肚子，难为你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坚持跑到我这里打假。你是我的粉丝吗？你们这些网红主播，我是一个都不认识，怎么可能是你的粉丝？呵呵，看你的反应，我应该是通过你的测试了，对吗？你说对了，你的问题不大，吃点药就没事了。但是你的这位助理问题就大了。何家红脸色一变，虎子怎么了？我1个月前刚刚查完体，所有指标全都正常。1个月前正常，不代表现在也正常。我看了看何家红，他瞬间秒懂，二话没说，再次打了3000块钱过来。麻烦你给虎子诊下脉。不用诊了，他的面色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你们现在立刻到康安医院做个胃部检查，如果我看的不错，他很可能得胃癌。好在是初期，做个切除手术就没事了。
只看一眼你就能看出虎子得了胃癌，还是初期。陈医生，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？若是我说错了，我还你12000。陈医生，我们这就去检查。若是你说的对，那就相当于救了虎子一命，我一定重谢。重谢就不必了，你们给我钱，我给你们看病，不存在谁谢谁。何家红立刻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。星星，你在哪？我过来找你。道叔一眼看穿男子有胃癌早期，结果不出我所料，男子为了打戏，宴请我们去吃饭，不料却遇到一群非常危险的事情。距离上次事件已经过去了18个小时。何家红带胡子去医院检查，得出的结果果然是早期胃癌。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何家红的女朋友居然是雨瑶的闺蜜。为了答谢我，何家红请我们3人来到了辉煌大酒店。刚走进大厅，苏雨瑶突然挽住了我的胳膊。怎么了？沈栋在前面。我抬头看了过去，只见沈栋和几个青年男女正走过来。不过在这群人中，为首的不是沈栋，而是一个目光凌厉的男子。此人一看就是个国术高手。雨瑶。沈栋终于看到了苏雨瑶，脸上露出了喜色，随后又看到她挽着我的手，脸上的喜色顿时消失无踪。其他人纷纷露出了惊艳的表情。好漂亮，这女人是谁？太美了，可惜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沈先生，你好。沈栋走到苏雨瑶面前，指着我。雨瑶，我调查过了，这个陈峰根本不是你的男朋友。有便宜不占王八蛋。我呵呵一笑，直接在苏雨瑶的脸上亲了一口，得意的说道：沈先生，既然你已经调查过了，就应该知道我们正在同居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属于一见钟情。大家都看着呢。我只是想让沈先生知难而退罢了。沈栋难以置信地望着苏雨瑶娇羞的表情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沈栋，走吧。哼，雨瑶，我是不会放弃追求你的。姓沈的，你给我听好了，雨瑶是我的女人，你特么再敢打扰她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陈峰，你就是个吃软饭的门诊小医生，还对我不客气，你有这个能力吗？雨瑶喜欢让我吃软饭，关你屁事儿。沈先生，就你的相貌、气质和那方面的能力，这辈子恐怕是吃不上软饭。我劝你，没事的时候好好锻炼一下身体，免得整天肾虚。我去你妈的！沈栋勃然大怒，抬腿一击，踢向了我的胸口。我刚要动手，那个为首的男子已经一把拉住了沈。这是辉煌酒店，不要在这里闹事。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你可真是不得良力。我不屑地看了沈栋一眼，转头向为首的男子问道：贵姓？曹成。曹先生，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，你能够把功夫练到明镜的境界，真的是相当不错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也会点功夫，有机会切磋一下。凡是登堂入室的国术高手，五感都非常的敏锐。从见到我的第一眼，曹成就从我的身上感觉到了神秘和强大，但是到底有多强，曹成就不清楚了。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明信片。陈先生，我是盛天健体中心的老板，期待您的到来。看到曹成对待我的态度，一众富二代都大为惊讶。作为烟海市首富曹力学的大儿子，曹成在圈子里绝对是数1数2的存在。好，一定去。在服务员的引领下，3人走进了包间。何家红看到立刻站了起来。陈医生，真没想到你和星星认识。昨天上午的事情是我的不对，真的是非常抱歉。无需道歉，您还让我赚了6000块钱呢，我没吃亏。我下午开了10分钟的直播，公布了虎子的确诊单，粉丝们都非常的震惊。陈先生，您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？2个字，经验。酒店门口，沈栋咬牙切齿地说道：这个混蛋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曹成看了他一眼，淡淡的说道：沈栋，我劝你不要找他的麻烦。成哥，我调查过这个陈峰，就是个孤儿出身，光是看守所就进去待了4、5回。我不明白，您为什么对这么一个无赖另眼相看？你注意看他的眼睛了吗？他的眼睛怎么了？平静、神秘、深邃，这就是他的那双眼睛带给我的感觉。俗话说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我绝对不相信他会是你说的那种一无是处的无赖。成哥，您是不是太过高看他了？在看人上，我从来没有看错过。成哥，不管怎么样，这夺妻之仇我一定要报。我只是提醒你不要小看陈峰，并不是在护着他，你们的私人恩怨自己解决。小成，你又跟谁结怨了？叶志远从外面走了过来。是沈栋的一点小事儿。远哥，看你这气色非常不错，是不是小韩的病有好转了？原来叶志远的父亲是烟海著名的形意拳大师叶苍，在国术圈子里属于泰山北斗般的存在。曹成的资质高，悟性强，肯吃苦，对形意拳极为痴迷，被叶苍收为了关门弟子。什么叫有好转？应该是大有好转才对。我现在都感觉不到小韩是个抑郁症患者。真的？这太好了。1个星期前，我去看师傅，他还在那里长吁短叹，为小韩的抑郁症发愁。我原本想着去国外给小韩请一位心理专家过来，没想到这还不到1个星期，小韩就好了。您这是找了哪位神医啊？下国的神医太多了，这个称号根本配不上他。你说的是谁？这么厉害？他知道自家这位师兄表面看上去非常的随和，但实际上骨子里跟自己一样无比的傲气。
能得到他如此高的评价，可见那位医生是何等的厉害。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，到时候你可以让他帮忙看一下曹叔的腿。烟海首富曹立学年轻的时候去东南亚做生意，被当地一个犯罪团伙给抓起来，关进了水牢，导致患上了老寒腿。曹立学不知道请了多少中医西医，始终无法根治。到现在他已经无法站起来了，只能坐在轮椅上。曹成激动地问道：“他真的能治好我爸的老寒腿？如果他都治不好曹叔，那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有人能治好了。”号称帮主过来收保护费，我一个举动就让他反过来把自己的兄弟给揍了，最后结局也太亮眼了。陈医生，您来吃饭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好让厨房给您单独安排一桌拿手好菜。叶志远微笑着走了进来，我站起身来，指了指何家红。今天请客的人是何先生，我也是到了之后才知道他订的是辉煌酒店。陈医生，这位先生是哪位？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辉煌酒店的老板叶志远叶总。得知叶志远是酒店的老板，苏雨瑶、董青青和何家红都感到很是惊讶。辉煌酒店在整个烟海都是赫赫有名，身为老板的叶志远身价最低都能超过30亿。叶志远走过来，用力握住我的肩膀。陈医生，大恩不言谢，我感觉我家小孩现在已经完全好了，开朗活泼，跟换个人一样。陈医生以后有用得着叶某人的地方，您尽管开口。治疗效果这么好，主要还是小韩比普通孩子要坚强，换个脆弱点的孩子很难恢复到这种程度。行了，叶总，安心做生意吧。若是孩子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可以直接联系我。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陈医生，我有一位长辈，因为老寒腿瘫痪了，您能治这种病吗？人不一样，病就不一样，能不能治还得看情况。我这位长辈是曹氏集团的创始人曹立学。我眉毛一挑，笑道：“原来你是为曹成来的。”那倒不是，我父亲和曹立学是几十年的朋友。后来曹成向我父亲学习形意拳，我父亲见他资质不错，练功刻苦，便收他做了自己的关门弟子，所以我们两家的关系非常近。我点点头。行，明天上午10点，我跟你们去一趟曹家。呵呵，出诊费1万块，这次又要赚一笔了。陈医生，您若是想要钱，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钱。酒足饭饱，叶志远亲自将我们4人送下了楼。刚出了酒店大门口，曹成立刻迎了上来。他已经从叶志远那里知道我答应去给他父亲治疗老寒腿，所以10分钟前就在下面等着了。陈医生，明天要麻烦您了。不用客气，我会尽力而为。至于能不能治好，我也不敢打包票。我父亲的老寒腿已经很多年了，能治好最好，治不好我们也能接受。对于沈栋，我已经警告他了，相信他以后应该不会再去骚扰您和苏医生。呵呵，那就谢谢曹少了。旁边的何家红和董青青相视一眼，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。一个亿万富豪，一个首富之子，竟然都对我如此尊敬。回到家里，我直接钻进了自己的卧室，拿出一块劣质和铁玉，在凌空术法制作了一枚驱寒符。驱寒符顾名思义，就是用于去除患者体内寒气的符。这是为曹立学的老寒腿补的，他是身价数百亿美金的烟海首富，若是我不能从其身上赚个几百万，那就是对这位首富的不敬。至于老寒腿的治疗，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。再不济，我也有把握让曹立学的腿不再受冰锥刺骨之苦。第二天一早，吃完早餐，我就早早赶过来上班了。就在这时，迎面而来一群看着就不像好人的混混。混混身后是沈栋和几个富二代，一个个都抱着膀子，站在一边看热闹。我眸光一闪，心道看来那位首富之子曹成的威望一百呀。小子，你就是陈峰。一个体格雄壮的男子指着我沉声道：“我是，你是哪位？有何指教？”听好了，我是猛虎帮帮主古蟒，你想在我的地盘上开店，那就必须给我交安保费。古帮主，就算是港岛电影中的古惑仔，好像也不会去收诊所的保护费吧？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。你想要多少钱？1个月20万，你先给我交1年的。你要这样说，那就没得谈了。我背着手，快速在左手掌心处画了一个鬼符，一边对着沈栋朗声道：“沈少，有意思吗？”呵呵，我们只是来看热闹的，可不是来找你麻烦的。我还以为曹成不行了呢，原来还有那么一点威慑力。少拿曹少来吓唬我，他虽然是曹立学的大儿子，但是能不能成为继承人还不好说呢。陈峰，猛虎帮可不是好惹的，你最好小心一点，免得被打死。沈少，你好像认识这位古帮主，相识一场，不知你能否帮我求个情？你觉得可能吗？陈峰，我看上的女人你也敢碰，你就是在找死。明白了。我点点头，突然一巴掌拍在了古蟒的脑袋上。好大的蚊子！古蟒打了个冷战，接着勃然大怒：“你特么找死！”话音一落，古蟒一巴掌狠狠地轰向了我。我靠！我装出一副惊慌的表情，连忙向后退了3步。看到我如此，众人一阵大笑。沈栋呸了一声，不屑地说道：“刚刚那么镇定，还以为是个厉害人物，没想到是个蜡枪头。”一个富二代道：“就这么一个软骨头，也敢跟沈少抢女人，真是不自量力。”其他人也都纷纷出言嘲讽。
唯一没有说话的人是古猛，谁都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睛已经变得通红，整个人站在原地就像是僵住了一样。一个小弟走到古猛面前，谄媚地说道：“老大，您先歇着，这个人我们来搞。”他原本想说搞定，结果钉子尚未说出口，这个小弟就被古猛那双可怕的红色眼睛给吓着了。老大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古猛一拳将这个小弟给打晕在地，顿时所有的笑声戛然而止，众人全都傻了眼。古猛，你疯了！一双眼睛已经完全变得通红，看向众人的眼神带着阴森的杀气。我靠，这是怎么了？老大的眼睛好可怕啊！众人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。你们这些妖魔鬼怪，全都给我去死！只带了一帮人想收我保护，不料我用道术一招就让他打过来。看到他的下场，你们这些妖魔鬼怪，全都给我去死！古猛疯狂地冲了上去，对着自己的小弟就是一阵狂风暴雨的输出，把自己的小弟和几个富二代古猛，你搞什么？你全部给我住手！沈东一边不住地朝古猛狂喊，可古猛就像是没有听见一样，还在不停地攻击。沈东见势不妙，想要往回跑，可惜被古猛一脚踢在了后背。古猛并没有放过他，立刻冲上去。刚刚爬起来的沈东损失惨了，再次被古猛踹倒在地。当来接我的曹成和叶志远回来之后，全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。一直在踢打沈东的古猛终于停了下来，抬头看向了两人。我要杀了你们！古猛大吼一声，朝着两人便冲了上去。给我散！古猛的身形一僵，眼睛中的红色迅速消退，很快便恢复了清明，两眼一闭，晕倒在了地上。曹成亲眼看到了古猛的状况，整个人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陈医生，他这是怎么了？这家伙是猛虎帮的帮主，叫什么古猛，被沈大少请来找我的麻烦。谁知道他突然暴走，就像是疯了一样攻击所有人，把我给吓得不轻，于是赶紧躲在了后面。是吗？这说的可是人话。曹成心中腹诽，但脸上却是不动声色。陈医生说笑了，您的手段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一点小手段而已，曹少，你的警告似乎不太起作用呀。曹成的脸色阴沉了下来，转头看向被打得只剩半条命的沈东。陈医生，您觉得怎么处理？他们都被打成这个熊样了，还处理个屁！沈先生，非常抱歉，我没想到沈东会这么做，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而已。陈医生，古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看他跟疯了一样？中邪了呗。在古猛的眼中，所有人都是厉鬼，他为了保命，自然要跟他们拼死一战。曹成和叶志远的心中顿时掀起了滔天巨浪。相比曹成，亲眼看到我用符箓治疗女儿抑郁症的叶志远，自然能够更加容易接受这个灵异事件。陈医生，我们可以去给曹叔看腿了吗？我点点头。当然。平顶山别墅区，曹家三人走进了客厅，我见到了烟海大名鼎鼎的首富曹立学。曹立学今年62岁，方脸高鼻，头发半白半黑，悠然地坐在了一个凳子上。客厅内除了曹立学之外，还有一个中年女子和一个20来岁的青年男子。那个女子肯定是曹成的后母张雅芝，那个男子应该就是想要与曹成争夺家产的曹海。母子二人看到我，都带着一丝轻视。我看了一眼曹海，又看了一眼曹立学，眸子里闪过一丝异色。我靠，牛呀！竟然有人敢给烟海首富戴绿帽子！爸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来给你治病的神医陈峰医生。曹立学微笑着点了点头。陈医生，麻烦你了。曹先生，不用客气，我可以看一下您的腿吗？当然。曹立学话音刚落，曹海突然开口道：“爸，大哥找的这医生会不会太年轻了？毛都没长齐，他也配叫神医？”曹海，你这是故意借题发挥，想找我的麻烦？张雅芝立刻说道：“小程，你弟弟没有跟你过不去的意思，只是觉得你可能也受到了别人的欺骗。”阿姨，别看陈先生年轻，但一身医术出神入化。我女儿找了多少专家都治不好她的抑郁症，陈先生只用了10分钟就治好了，可想而知他的医术是多么的厉害。曹海不屑地说道：“叶哥，他不过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而已。”我站在原地，只是淡淡的看着母子二人的表演，嘴角勾勒出一丝玩味。你们的废话说完了吗？曹海一愣，怒道：“你什么意思啊？”我本来只需要1分钟的时间就能确定曹先生的腿能不能治，如果你刚刚不阻止，我现在都已经看完了。你说你自己的话是不是废话？曹海气得脸都红了，厉声道：“谁知道你有没有包藏祸心？”叶怀远眉头紧皱：“曹叔，陈医生是我介绍的，我可从未想过要害您。”聪明，曹立学是何等人物，几乎一眼就洞悉了所有人的心思。怀远，陈医生，小海不懂事，说话不经大脑，你们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曹先生，曹二少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，大家都明白，您无需解释。我只想问一句，您到底让不让我给您看腿？当然，陈医生，麻烦了。我走到曹立学的面前，蹲下身子，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发现他的腿从外观上看没有任何异状。如果是一个普通人，瘫痪5年多，早就肌肉萎缩了。显然，曹立学是请了不少按摩大师给他的腿做按摩。
这才能达到这个效果。我伸出2根手指，点在曹立学小腿处的太溪穴上，一股微弱的法力迅速通过太溪穴进入曹立学的经脉之中。曹立学似乎感受到了这股热流，眸子里闪过一丝惊讶，难道这是传说中的真气？检测完曹立学腿部的经脉后，我收回手，站了起来。看到我眉头紧皱，一言不发，曹海不屑地说道：“我就说吧，还神医。”曹立学厉声道：“你给我闭嘴！”陈医生，我爸的腿能治吗？很难。我就知道会这个结果。曹成却是眼睛一亮：“陈医生，您说的是难治，不代表不能治，对吗？”我点点头。对，曹大少，你的智商比你弟弟高多了。你他妈再说一遍。抱歉，我收回刚才我说的话。你不仅智商低，情商也低。我都说了，能治好你父亲的腿，你还在我面前嚣张。你说你的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你他妈找抽是吗？首富治病，却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。我猜测首富之子非首富亲生的，结果 DNA 报告让人匪夷所思。他妈找抽是吗？你3番2次的质疑陈医生的医术，居心何在？现在老爸有站起来的希望了，你还胡搅蛮缠，你是不是想气死老爸，好分遗产？曹成那厉害的眼神和强大的气势，顿时让曹海吓得向后退了3步，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。小程，话可以乱吃，东西不要乱讲，会让人笑话的。那就麻烦张姨好好的管束一下小海，叫他不要再耍其他的小心思。陈医生，不好意思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没事，我刚刚不过是说着玩而已。曹先生，咱们先小人后君子。如果我治好您的老寒腿，让您重新站起来，您能给我多少钱？您要多少，我给多少。陈医生，您开价吧。听说你们曹家是康安医院的第2股东，对吗？没错，我们拥有康安医院22%的股份。我要做你们的股权代理人，3年之内康安医院我说了算，3年之后我再重新把股权还给你们，当然分红还是你们的，我1分不要。陈先生，您提出这么一个条件，是为了苏雨瑶医生，对吗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叶总，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直白，挺不好意思的。原来如此，陈医生，这个条件我答应了。小程，你去康安医院办理手续。没问题。叶医生，还有其他条件吗？第2个条件是治疗费的问题，我要1000万。你穷疯了？曹立学也皱了皱眉头，对我的狮子大开口有些不满。曹先生的寒毒已经侵入到了经脉和骨髓，想要拔出来，需要用到一些奇特的方法，全世界只有我能做到。怎么，你觉得1000万很多吗？曹海顿时背对着哑口无言。1000万没问题，如果还有其他条件，您一并说出来吧。没有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治疗？现在。曹少，把曹先生引抱进安静的卧室，除了你之外，谁都不让进。好。卧室里，曹立学坐在床上，我拿出自己做的祛寒符。曹立学看到玉符，惊讶地问道：“陈医生，您手中的玉有什么用？听说过符箓治病吗？祝由术，也算是吧。这个玉符叫做驱寒符，顾名思义，就是驱除体内寒气的意思。昨天晚上，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制作而成。等会儿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们都不能把符箓的事情告诉外面，我不想惹麻烦。明白。好，我开始治疗了。我催动法力，驱寒符从我的手中飞了出来。玉符一边发出悠悠的光芒，一边旋转着来到了曹立学的左腿上方5厘米处。驱寒符的光芒照射之处，曹立学只感觉无比的温暖。用了足足10分钟的时间，驱寒符这才停了下来。咔嚓，驱寒符回到我手中，断成了2截，彻底失去了效用。曹先生，感觉怎么样？前所未有的舒服。陈医生，我爸的腿什么情况？驱寒符已经把大部分寒毒给吸出来了，想要彻底搞定，还需要进行2次治疗。下个星期的今天，我会再来。太好了，谢谢陈医生。我只是收钱治病而已。曹立学抬了一下头，顿时无比的惊喜。我的腿好像可以动了。那些按摩师的水平很高，您的肌肉没有萎缩，这对您的康复非常有利。我开一个方子，您每天到浴缸里泡一泡，下1个星期，我相信您应该就能正常走路了。陈医生，大恩不言谢，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。以后但凡用得着我们曹家的地方，您尽管开口。那就谢谢曹先生了。走出卧室，曹海就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爸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最多1个星期，我就能重新站起来了。真是太好了，陈医生，非常抱歉，我们不该不相信您的医术。小海，还不赶紧向陈医生道歉？对不起，曹二少，我不喜欢没有诚意的道歉。你，曹海差点没把肺给气炸。好了，我有事先走了。陈医生，我送您。不用，叶总，麻烦您送我一趟吧。好。回诊所的路上，叶怀远赞道：“曹叔的这个老寒腿，不知道找了国内外多少专家来会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治好。可到了您的手里，竟然这么快就有了效果。陈医生，我敢说，您的医术绝对是天下第一。医术第一，我不敢当，但是相术第一，我倒还担得起。”叶怀远何等的聪明！陈医生，您是看出什么来了吗？这女人好有心机，就怕别有一番意图。叶怀远脸色一变：“曹叔非常的英明，应该有所提防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
那个张雅芝不是一般的女人，搞不好曹家一世英名会毁在她的手里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曹海可能不是她亲生的。什么？陈医生，您确定不是在开玩笑？是不是亲生父子？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不会吧？这是真的吗？想要知道结果很容易，让曹成带上他们的头发，去医院做个鉴定不就完了吗？我会和曹成提一下，至于信不信，那就是他的事情了。毕竟这是曹家的家事，我们这些局外人还是离得远一点比较好。聪明。下午4点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打开一看，是曹成的来电。喂，曹少，有什么事情吗？陈医生，我想跟您见一面。那就来我的诊所吧。好，谢谢。不一会，曹成就走了进来，但他的脸色却难看到了极点。估计这家伙应该已经给曹立学和曹海做了检测。陈医生，您看的没错，曹海果然不是我父亲的儿子。你打算怎么做？说实话，我现在心乱如麻，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。你二弟不是你亲二弟，但你那6岁的弟弟和妹妹却是亲的。如果处理掉张雅芝，这对他们2个小孩子来说，未免太残忍了。我也是在为这个事情发愁。陈医生，我有一点想不通，当年我父亲之所以娶张雅芝，就是因为她怀了曹海。曹海出生后，我父亲去做过亲子鉴定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怎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呢？2种方法，一种是拿到你的毛发或者血液去和你父亲做鉴定，另外一种是直接篡改结果。除此之外，应该没有第3种了。曹成脸色一变，您的意思是张雅芝的姘头很可能是我爸身边的人？身为男子的后妈，只因做错一件事，就被男子反手一巴掌、一脚踢倒地。原来身为首富之妻的她，生下的孩子居然不是首富的。首富识破后，直接把他们的车都送到某个服务区享受扎破轮胎服。当天晚上，他们都得到了陈医生啊，小程到底是什么事儿呀？这般神秘莫测，竟然不能在电话里说清楚，非要到这儿来才肯讲。曹成把手机递给曹立学，爸，您赶紧看看。曹立学拿过手机，眼睛紧紧盯着屏幕。当看到最后那行字的时候，他的神情骤然巨变。这是谁的？您和小海的。曹立学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惨白如纸。你确定这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为什么突然测我和小海的亲子鉴定啊？是我叫他去鉴定的。陈医生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我们玄门中人会看相的呀。就在昨天上午，我一眼就敏锐地看出曹海根本就不是你的儿子。看在你们如此诚心诚意的份上，我实在是不忍心让你们再继续被蒙骗下去了，就跟叶总说了这个事儿。远哥告诉我的时候，我也压根就不相信，于是我就偷偷拿了您和小海的头发，心急火燎的去做了这个加急的亲子鉴定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之前我可是做过亲子鉴定的呀，而且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啊。爸，当年您是派谁去做的亲子鉴定呢？是张超。你的意思难道是他在里面搞了鬼？应该不会是张叔，他和小海长得一点都不像啊。而且要是他捣的鬼，曹氏集团恐怕早就岌岌可危了。其实啊，找出这个人一点都不难。陈医生，那您快给我们支个招啊！曹总把他电话号码给我一下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你是想炸他？没错。那就拜托您了。我拿出手机，按照曹立学所说的那个号码，毫不犹豫的直接拨了过去。喂，你是哪位？我阴阳怪气的说道。是张雅芝女士吧？是，你是哪位？哼，你不用管我是谁，我只想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你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啊，那可是再也藏不住喽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哼，如果让曹立学知道曹海根本就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哎呀，你说他会不会气得直接杀了你啊？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简直是莫名其妙。张女士，你可别跟我装傻充愣，你心里应该清清楚楚我的意思才对。我呢，现在还没有告诉曹立学这个秘密，只单单告诉你，就是希望能够用这个秘密换点钱。要是你识趣儿，乖乖的给我钱也就罢了；要是你不给我钱，哼，我可会立刻把这个事儿原原本本的告诉曹立学的。你可别忘了，现在做的亲子鉴定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，真相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只给你3秒钟的考虑时间，3秒之后，我会毫不犹豫的立刻给曹立学打电话。3、2，你想要多少钱？2000万美金的不记名支票。怎么给你？等一下我会给你发一条短信，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交易地点。好吧，希望你不要再玩什么花招。挂了电话，我对曹立学说道：“曹先生，您现在打算怎么做呢？”我要宰了这个贱人！陈先生，既然曹海不是我的儿子，那小川和小慧呢？说到后面2个孩子的时候，曹立学的声音都因为担忧而有些发颤了。你的面相明明白白的告诉我，你有3个孩子，2男1女。曹立学如释重负般吐了一口气，还好老天有眼啊！爸，就是因为小川和小慧，我才不敢在家里告诉您这件事情。你打算怎么处理呢？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处理张雅芝和曹海倒也不是难事，真正难的是怎么向小川和小慧交代啊。他们年纪那么小，突然没了母亲，我真是极为担心这2个小家伙的心理会出现大问题。返回别墅后，刚坐下，张雅芝就满面笑容，极为热情地迎了上来。从她脸上压根看不出半点异样之处。曹立学不动声色，故作镇定地说道：“雅芝啊，
把你的手机给我，我要用一下。张雅芝下意识的就感觉有些不太对劲。好，打开了手机，在通话记录里，曹立学看到了我的号码，在这个号码的上方还有一个陌生号码。曹立学当机立断的拨了过去。张雅芝的神情猛地一变，满脸惊恐的问道：“老公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”曹立学冷冷的瞥了他一眼。很快，电话接通了，听筒对面传来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：“雅芝呀，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不要这么频繁的联系我，万一被曹总发现了，可就糟了呀！”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曹成愤怒到了极点，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一般，一脚把张雅芝狠狠地踢倒在地。贱人，你可把我们曹家的脸都丢尽了，简直是奇耻大辱啊！曹立学用一种仿佛看待死人般冰冷、阴森的目光直直地看向张雅芝。上午那个电话就是我打的。张雅芝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要辩解些什么，可是最终却一个字也没能说出来。我要你的一个交代。张雅芝知道事已至此，肯定是瞒不住了，于是便把整个事情原本的和盘托出了。他和廖伯达之间不可告人的事情就被无情的暴露了。老公，我求求你，看在小川和小慧的份上，你就放过我和小海吧。哼，要不是为了这2个孩子，你以为你还能活到现在？小程，把他给我关起来。是。当天晚上，曹海跟一群富二代去高速上赛车，进去一趟服务区出来后，车子在出来时就因为爆胎没有掌控好方向，直接跌落火圈里，当场惨死。张雅芝在前往医院的路上也出了车祸，而那个廖伯达3天后竟然突发心脏病，死在了家里。利用职权想接近女性主，女子不从，却惨遭无理刁难。身为霸总的我闪亮登场，直接打得无耻老儿措手不及。傍晚我看苏雨瑶久久不回家，又不接电话，只能来到医院找她。秦医生，已经到晚上了，雨瑶怎么还没下班？这个手术难度非常大，如果一切顺利，应该快出来了。做5个半小时的手术，人都要虚脱了，怎么还要值夜班？这是内科主任黄桂妍给雨瑶安排的。为什么？黄桂妍是个老色狼，雨瑶进医院的第1天就被他给盯上了，3番2次的想要对雨瑶搞潜规则，雨瑶自然不会同意。去年科室聚会，黄桂妍想要灌雨瑶喝酒，被雨瑶给狠狠的抽了一巴掌，让她颜面尽失。也是从那天开始，黄桂妍便经常给雨瑶穿小鞋，夜班也是她安排的。雨瑶没有反对，这傻丫头还挺喜欢上夜班的，说是白天能腾出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都服了她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黄桂妍我会帮她解决。你可不要给雨瑶惹祸。黄桂妍的姐夫是我们康安医院的副院长马如良，若是你搞了黄桂妍，惹出了马如良，那雨瑶的麻烦就大了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就在这时，一脸疲惫的苏雨瑶走了进来，看样子显然是累得不轻。咦，陈峰你怎么来了？我当个护花使者来护花呀。又来了，再胡说我不理你了。打住，你们俩够了啊！我不想在这里吃你们的狗粮，我先走了。没事啊，我不介意有个电灯泡在的。我才懒得理你们。秦青青前脚刚走，一个中年男子就跟着走了进来。苏雨瑶的脸色立刻变得很是难看。苏雨瑶，他是谁？怎么让他进来这里？他是我男朋友陈峰，来接我下班，不可以吗？当然不可以，这是医院，不是你们谈情说爱的地方。雨瑶，这大叔谁啊？听好了，我是他上级领导，内科主任黄桂妍。哦，久仰大名，原来您就是那个混蛋黄主任呀。你什么意思？黄主任，你不知道吗？整个沿海都传疯了，说是康安医院有一位黄主任，既贪财又好色，只要你给钱，他什么缺的事儿都干。若是不给钱，那就千万不要找他做手术，要不然剪刀都有可能落在你的肚子里。苏雨瑶忍不住笑了出来。陈峰，你他妈想死吗？敢这样跟我说话？那就请你给我个痛快。别惹事儿。你们等着，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说完就气势汹汹地离开了。苏雨瑶叹了口气，我的麻烦又要来了。错，是他的麻烦要来了。苏雨瑶，反正都这样了，敢不敢跟我交单回家？我要为患者负责。我听秦青青说了，你们这种级别的医生根本不需要上夜班，你纯属是被黄桂妍穿了小鞋。难怪你要这么对黄桂妍呢，原来是青姐告诉你的。雨瑶，你相信我吗？雨瑶深深看了我一眼。好，我们回家。当气势汹汹的黄桂妍带着保安过来时，我们2人已经出了康安医院回家去了。第2天早上，正要去诊所的我接到了秦青青的电话。昨天晚上雨瑶是不是没有上夜班，跟你回家了？对，我还把那个黄桂妍给骂了一顿。你给雨瑶惹出大祸了。今天早上，黄桂妍将雨瑶不上班的事情报给了医院，医院准备处理雨瑶。1个小时后，副院长马如良就会带人来我们内科开会。放心，这事我会处理干净。康安医院，苏雨瑶走进内科会议室的时候，所有的医生都已经到了，来到秦青青身边。什么情况？那家伙去请马如良了。雨瑶，陈峰没有跟你一起来吗？他来做什么？他跟我说会搞定你的这个事情。你给他打电话了？今天早上打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听到我知道自己要被批，却没有跟自己一块来面对，苏雨瑶心中有些失望。过了一会儿，马如良带着黄桂妍走进了会议室。苏医生，昨天晚上你不在医院去哪里了？我在家。你不知道自己在值夜班吗？知道。那你还回去？
我做了5个多小时的手术，体力精力都跟不上，实在是值不了班了。那你履行请假手续了吗？没有。苏医生，按照医院规定，你无故缺席夜班，我们要对你进行处罚，你没有意见吧？不是无故缺席，是做手术太累了，值不了班。我希望马副院长说话能够严谨一些。黄桂妍直接拍了桌子。苏雨瑶，注意你的态度。苏雨瑶不屑地看了他一眼。你真的很恶心。苏雨瑶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明白。黄主任，你是不是忘记我为什么泼你酒了？我那是喝多了。喝多了就可以耍流氓了吗？整个康安医院没有任何一个主治医生会值夜班。苏医生泼了黄主任一身酒之后的第2天就去值夜班了，这不得不让人怀疑，有些人是在公报私仇。在这个时刻，秦青青公然站队苏雨瑶，无疑是在与黄桂妍和背后的马如良对抗。马如良见势不对，立刻说道：如果苏医生不愿意上夜班，可以提前申请，而不是在不通知、不汇报、不请假的情况下缺席整整1个夜班。马副院长，我想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处罚。按照医院规定，扣你1万块的薪水。可以，现在我当着内科所有同事的面申请不上夜班，还请马副院长审批。马如良咳嗽一声：这是你们科的内部事宜。我昨晚旷工也是科室内部事宜，性质不同。如果连科室的内部事宜都需要副院长出面，那还要主任干什么？黄桂妍气得脸都青了。苏雨瑶，你放肆！黄主任，我哪一句说错了？是不该认罚，还是不该申请？是你对领导的态度。我一向都是这个态度。好了，苏医生，你不想上夜班，可以提个申请，由黄主任审批，然后重新安排夜班人员。我今天过来主要想强调一下纪律问题。作为康安医院的医生，我们……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起来。马如良看到是院长的来电，连忙走到外面。李阳，你今天战斗力真是爆棚呀！青姐，你不该站出来的，这下子肯定会被黄桂妍记住。切，我才不怕他呢。过了一会儿，马如良回来了，朗声道：我们康安医院第2大股东马上过来参加会议，大家起立做好准备。众人相视一眼，都纷纷站了起来。2分钟后，一个青年男子在几个保镖的陪同下走进来。苏雨瑶和秦青青看到来人后，脸上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，因为这个所谓的第2大股东就是他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陈峰，利用职权想潜规则女下属，女子不从，却惨遭无理刁难。身为霸总的我闪亮登场，直接让他跪地求饶。欢迎陈先生前来视察工作，我是康安医院的副院长马如良。你就是马副院长，我对您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呀。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，陈先生过奖了。我看向脸色大变的黄桂妍，黄主任又见面了。陈先生，非常抱歉，之前我不知道是您，些许误会，不必挂怀。好了，大家都坐吧。马副院长，你们的会议开完了吗？开完了。那我来说2句可以吗？当然。先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陈峰，是最近加入咱们安康医院大家庭的股东成员，很高兴能够与大家见面。昨天晚上7点多，我来到咱们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调研，刚好碰到了秦青青医生。经过一阵闲聊，我才知道他是5点半下班，但是7点多还在忙，这让我非常的感动。后来他说整个内科加班加点几乎是常态，难得的是大家没有丝毫怨言，这种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，我是万分钦佩。所以我今天来参加我们医院内科的会议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我对在座所有人的敬意。当然，有好的地方就有不好的地方，我们不要被一颗老鼠屎弄脏一锅汤。社会上有不少人在赚，我们康安医院内科主任黄桂妍胆大包天，经常说说含着家人的红包，还喜欢搞什么潜规则。黄主任，对于这2个问题，你当着大家的面给个解释吧。黄桂妍立刻站了起来，这是赤裸裸的污蔑。陈先生，我绝对没有收任何人的红包，更没有搞潜规则。先坐下，不要这么激动。陈先生，这是哪个王八蛋说的？我敢跟他对峙。我说的。来人，把东西拿过来。张璇5000块，罗志正8000块，邱明阳6000块，郑亚克8800块。我随意念了几个名单上的名字，望着脸色惨白的黄桂妍。黄主任，这些名字是不是挺耳熟的？还特么污蔑，还要跟人对峙，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？罗志正是我的病人，我记得张选是个心脏病患者，被黄主任安排给了我，果然是无风不起浪呀。黄主任这次麻烦大了。这可不是麻烦，而是犯罪，搞不好是要坐牢的。这不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为什么会在你办公室的柜子里？你有什么权利私自进我的办公室，还打开了我的柜子？你可以去警局告我，侵犯你的隐私权，该怎么罚？我认了。现在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些红包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患者家属送我的红包，我正要一个个送回去。这个事情我本来还想着内部处理呢。既然黄主任如此高风亮节，那我就让警方来帮忙查一下您的情况。毕竟10万多块的红包不是小数。说完，我拿出手机就要拨打警方电话。等等，怎么不敢了？黄桂妍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在你的柜子里还有几张光盘？光盘里都是你欺凌女医生和女家属的视频。你这个变态，
还敢在这里狡辩？我看你是想进监狱了吧？我靠，这新闻真够劲爆的！黄世仁这次是死定了。众人望向黄贵妍的眼神中都充满了鄙夷。马如良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，指着黄贵妍的鼻子骂道：“黄贵妍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对不起，马副院长，我辜负了您的信任。陈先生，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康安医院内部竟然还有这样的害群之马，简直岂有此理！马副院长，你觉得黄贵妍该怎么处理？听说她的姐姐是你的老婆，正因为她是我妹夫，我才会那么信任她，但没想到她是这样的人。陈先生，那个，我们能借一步说话吗？事无不可对人言，大家都是工作多年的同事，是自己人，任何事情都没必要逼着大家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黄贵妍的事情上报给了警方，会对我们医院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，最好可以内部处理。这样吧，我去向院长汇报，咱们1个小时后在医院会议室开会。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。可以，你去找院长吧。好。马如良答应一声，火急火燎地离开了。我看向众人，除了黄贵妍，大家都可以回去工作了。众人离开后，我看着瘫在地上的黄贵妍，你的犯罪证据在我手里，不要以为你的姐夫能够救得了你。陈先生，是我不对，不该对苏玉瑶有非分之想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就放过我吧。如果你不想进监狱，那就要拿出诚意来。什么诚意？我知道你姐夫马如良贪了不少钱，只要你能把证据交给我，我可以保证你不会进监狱。你要对付我姐夫？这个回答瞬间让我知道，这家伙肯定有马如良贪污的证据。我不想听废话，你只有1分钟的考虑时间，要么交出马如良犯事的证据，要么你进监狱。黄贵妍整个人都要疯了，脑海中有2个声音在不住的交战，一个声音告诉他要保全自己，另一个声音告诉他要等待马如良救他。我是曹氏集团的人，不要妄想马如良能够救你。黄贵妍一听，顿时陷入了绝望之中。在我的电脑里有他和器材供货商的交易视频。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，